本视频详细介绍 Rig 模块中各个 IK 控制器的设定内容。如果你还不知道 IK 如何创建，请先去看简介教程。在 IK 的页面上，点击 IK 的名字可以展开它的详细设定。第一行是这个 IK 的描述，可以任意输入想要的文本。然后分别是 IK 的启用开关和骨骼线的开关，这两个设定在 IK 详细设定被折叠的时候也能操作。最左侧的圆点是启用，最右侧的 G 按钮是骨骼线。骨骼线的样式是可以设定的，一种方法是在 Rig 模块的 Setting 里面设定骨骼线的默认样式，另一种方法是给 IK 单独设定样式。点击 Gizmo Style 按钮可以详细设置颜色、粗细、形状和可见性。骨骼线中的目标标记可见时，可以点击这个标记来选中目标。选中判定的范围和标记的大小无关，一定要点在标记的中心附近才行。以上这些设定都很直观，接下来这个固定变换 Fixed Transforms 就无法望文生义了。官方的解释是，若启用，解算器会在每次更新时将使用的所有骨骼重置到初始状态。此设置可避免非动画骨骼和 Animator 剔除导致的潜在问题，但会带来轻微性能开销。这个选项的效果在 CCDIK 或 FABRIK 中很容易看出区别的。不开启的时候，各个骨骼的计算时以上一个状态为基础来计算，比如将目标从不同的方向移动到同一个位置，最后得到的形状是不同的。而开启这个选项的话，每次更新都会从骨骼的初始状态开始计算，这样的话，不管从哪个方向移动过来，最终得到的结果都是一致的。该选项在 CCDIK 和 FABRIK 中默认为关闭，在另外两个 IK 中默认打开。要用好这个选项，必须理解骨骼的初始状态。在建立 IK 的时候，所有相关骨骼的当前状态都会被记录为初始状态。将 IK 关掉，点击 Reset to Default 就可以回到初始状态。那么边上的 Store as Default 按钮就是将当前的骨骼状态保存为初始状态用的。这个功能可以帮你设定初始状态，然后配合 Fix Transforms 功能，从这个状态开始计算 IK。举个例子，假设我需要绳索在一个小范围内摆动，如果关闭 Fix Transforms 的话，只有前端几节在动，但开启 Fix Transforms 的话，形状和预想的又不一样。这时候可以通过 FK 或 IK 将预想的形状先摆出来，然后记录为初始状态，再开启 Fix Transforms， 让 IK 以这个状态为起点计算，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了。除此之外，场景刚刚载入的时候计算 IK 也是从初始状态开始计算的。对于没开启 Fix Transforms 的 IK 来说，如果你想保存 IK 的形状，记得在存盘前记录一下初始状态。接下来的一个选项 Position Weight 也是所有的 IK 共通的选项，它代表了 IK 的位移权重。权重为0时等于 IK 无效，权重为1时各个骨骼完全由 IK 控制，由此类推 0.5 的时候 IK 就控制一半。如果道具本身有动画的话，剩下的一半就是动画的状态。不过大部分道具都没有动画，这时如果开启了 Fix Transforms 的话，剩下的一半就是骨骼的初始状态。这时拖动权重条可以看到末端的骨骼逐渐趋近目标的位置。既没有动画也没开启 Fix Transform 的话，剩下的一半就是骨骼的当前状态了。于是会造成一个现象，末端骨骼将慢慢的靠近目标的位置，特别是将权重设置得很低，迭代次数降低到1的时候尤为明显。明白了位移权重、旋转权重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但要注意的是， CCDIK 和 FABRIK 原本没有旋转权重的功能，我为了使用方便，模仿其他 IK 增加了类似功能。
它只有在 Fix Transform 未开启时才有效，开启后无效。不过我们还可以用 NC 绑定来实现类似的功能。如果你要用 Fix Transforms 又想同步旋转，将目标文件夹设为负极 ，IK 的末端骨骼设为子极，同步旋转就可以了。这两个参数是 CCDIK 和 FABRIK 共有的，容差是精度控制，迭代次数是性能控制，它们一起决定了 IK 的最终精度。但对于没有动画又不启用 Fix Transforms 的道具来说，它们更多的只是影响 IK 收敛的速度。对这两个参数不想多说了，想知道的话可以自己查一下。如果 IK 控制出现抖动的话，可以试着把迭代次数降下来。Target 是 IK 的目标 ，Bend Goal 是四肢的弯曲方向。这两个的内容就是 IK 创建向导中第3步设定的内容。对原来的设定不满意的话，可以在这里重新指定或者清除目标对象。一般目标对象用一个文件夹，但也可以是其他的物品。CCDIK 和 FABRIK 必须要目标，且可以直接指定物品内部的骨骼。四肢和全身 IK 可以不要目标，但只能指定物品的根骨骼。如果要绑定其他物品的内部骨骼，请借助 NC 插件。如果你只是要给目标对象改个名字，或者修改目标对象的层级的话，直接在工作室中修改就可以了。但如果想删掉目标对象，请先在这里清除或更换掉对象，再删除原来的目标对象。骨骼权重是 CCDIK 特有的设定，可以给每个骨骼设定权重，影响旋转的大小，从而影响最后 IK 的结果。有需要的话，自己调整一下试试看好了。注意，最后一个骨骼的权重是没有意义的。旋转限制是 CCDIK 和 FABRIK 才有的设定，可以给每个骨骼设定旋转限制。现在支持角度和铰链2种限制，比如这个机械臂 ，IK 控制时关节的旋转不符合机械构造，这就可以通过加入铰链限制来限定关节的转动方向。旋转限制是根据现在的状态计算的，通常情况下建议在物品的初始状态下设置限制。设置本身比较简单，试试看就明白了。和前面的骨骼权重一样，最后一个骨骼的旋转限制也是没有意义的，不用去管它。对于绳索之类的道具，角度限制更为常用。加上角度限制可以防止过度扭曲，还能防止扭转，比如小猫的尾巴。如果没有角度限制，会出现扭转穿模，这时候就可以停掉 IK， 重置回到初始状态。设置角度限制，将扭转调小，复制一下限制就好了。弯曲修正器，手臂弯曲类型和修正器权重是四肢 IK 专用的选项。在创建四肢 IK 的视频中就讲到过弯曲修正器和手臂弯曲类型，这里就不再复述了。至于权重设定，和其他权重设定也是同理的。保持旋转角度，一个很鸡肋的选项，在道具有动画或者 Fix Transforms 开启，而旋转权重不是1的时候才有意义。增加这个权重可以尽量保持手的原有旋转角度。根据官方文档，可以用于移动脚步时保持和地面平齐。大家自己试着玩吧。全身 IK 中的迭代次数和 CCDIK 中的差不多意思，它影响到脊柱、肩膀和大腿的位置计算，
而脊柱的刚性吗？也就是脊柱变形的时候，是否更加容易弯曲的一个设置。保持头部旋转，这个权重选项还是比较好理解的，它决定人物的头部是跟随身体 IK 还是保持原来的角度。试一下就明白了。全身 IK 有很多目标点，每个节点的权重都可以在这个页面设置。大部分目标点都只有位移权重，而双手和双脚这4个末端节点还有旋转权重、保持相对位置权重和保持旋转角度权重。其中保持旋转角度在前面4只 IK 中已经介绍了，就不再复述。着重说明一下保持相对位置权重。所谓的相对位置指的是手和肩膀的相对位置。当手的位移权重不是1的时候，这个设定会使得手跟随肩膀运动。对比一下通常的手部权重全开的情况，可以看到，通过权衡手的位移权重和保持相对位置权重，在肩膀运动的时候，手部会有联动，而不是完全定死。全身 IK 的推拉设定和刚刚说的保持相对位置刚好相反，这个是双手双脚的末端骨骼在运动时，是否会影响肩膀和大腿骨骼的设定。当然，肩膀的位移权重如果是1，那就不会受影响。为了看出效果，把肩膀的权重调小，身体的权重也调小，然后来拉一下手，看到肩膀也被拉动了。拉动的力度可以用 pull 来调节 ，reach 控制手臂伸展的长度，数值越高，肩膀就越靠近手。反过来，手靠近肩膀的时候，推动肩膀的力度就由 push 参数来调节了。push 下面的 push body 设置的是推动身体的力度。再次强调，如果肩膀或身体的权重是1，那就不会受到推拉的影响了。这些参数设定的好，做动画的时候可以省事吧。毕竟给道具做动画不求细致入微，减少一些控制点，靠权重调节也能做到肢体联动的话，何乐不为？有兴趣的可以多玩玩，参悟一二。建立全身 IK 的时候，有可能发生4肢扭转的情况。在创建 IK 的视频中就遇到了这个问题。骷髅道具创建全身骨骼后，大腿骨就扭转了。当时是用调节膝盖的弯曲方向来蒙混的，而正确的解决方式是调整4肢方向。进入调节 UI 后，4肢关节上出现箭头，蓝色的应该指向人物正面，红色应该指向人物左面。比如现在手臂上的方向没问题，双脚的方向不对，但实际操作中，我觉得只能作为参考，关键还是看模型的变形程度吧。有2种调整方法，第一种是先关闭 IK， 使用 FK 调整4肢到自然下垂的角度，然后点 Set Current Orientation 更新方向，再开启 IK 看看效果。显然，这个方法对现在的模型不适用啊。另一种方法就是手动调节，点击坐标值，进入该关节的坐标旋转编辑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只需要调节上臂或大腿的旋转就好了，中间的手肘或膝盖、末端的手或脚的旋转没什么影响。接下来可以切换 IK 的开关，观察扭转的方向，点击相应轴的选择按钮来修正方向，一边修正一边对比 IK 开关时的状态。感觉满意了，点 Apply 按钮将设定保存下来。调整好了一边，可以用箭头按钮将设定复制到另一边。左键点击箭头是原样复制，右键点击是反向复制。但有的时候不管哪样复制都不正常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另一边也只能手动调节了。4肢方向调节中最麻烦的事情是，在一个姿态上调好了，放到另一个姿态可能就不行了，可能需要反复尝试去找到最优的方向。
不同的模型调节也没有什么规律，至少我没找到。有的模型不用调节就很好用，有的却怎么也调不顺畅。经历了前面千辛万苦、反复斟酌的设定后，你不想在下次用这个道具时再来一遍吧？那就把设定导出为预设吧。导出前最好把描述改一下，导入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。导出的文件请放在指定的目录中，否则导入的时候无法自动检测。正确存放好了的话，下次建立 IK 的时候，会在创建向导的第一页看到对应的 preset， 点击右边的 load 按钮就能载入设定。这时创建向导还会继续，但骨骼的选择已经按照上次的设定选好了，直接按下一步就好。修改骨骼设定也不是不可以，其他那些设定可能会不兼容哦。第3步的目标创建还是要设置的。预设中 IK 的 ID 和目标是无法保存的，但其他参数都会在创建后自动载入，不用再调整一次了。原则上预设文件只针对一个特定的物品，但有时一组 mod 的骨骼架构相同，只是贴图颜色有区别，它们可以共享预设文件。这时候你可以手动选择预设，能不能用就不保证了。最后简略说明一下另外2个面板。Target 目标面板按照对象物体罗列所有的 IK 目标，点击这里的按钮就能快速选中目标，支持右键点击多选和按住 Ctrl 点击的多选。Rig 模块有一些设置，骨骼线的样式设置前面说过了，全身 IK 的目标名称和顺序是可以设置的，比如改成中文了，右侧在前了。修改后自动建立的目标文件夹和 Target 面板上会反映出来。还有预设文件有个刷新按钮，复制了一个 JSON 文件到预设目录后，可以点一下刷新，这样才能自动检测到。每次工作室启动会刷新一次，基本只有在游戏外操作 JSON 文件后才需要点这里刷新。Rig 模块现有的功能基本上都讲完了。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或建议，请和我联系。玩得愉快。